诸位，我只有一句话。这应该是老蒋在大西南最黑暗的一个夜晚了。1949年12月9日，除了昆明暗流涌动之外，另一头的成都也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着。跟随老蒋逃到成都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、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潘文华、邓锡侯几人已经被老蒋逼得走投无路。老蒋在发现昆明机场的异常后，于当日傍晚就马上发电给驻扎在云南的李弥、于成万部，让他们迅速拿下卢汉，快速控制昆明。但没想到被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沈岩氏耽误了军机。老蒋还以为昆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便想要照猫画虎，对成都实行同样的应变措施。12月9日的晚上，他派人致电刘文辉等人，要求他们第二天下午4点到成都中央军校的北教场集合开会，目的就是要把这几位地方大佬骗过来统一控制。但老蒋忘了，这些盘踞多年的地头蛇哪个不是人精？刘文辉在接到电话后，立马就猜透了他的想法。我没到那儿啊，正好请君入瓮。他们忘了，强龙不压地头蛇呀。周恩来先生来电报说，要我们务练成都，事不宜迟，走为上。随后，刘文辉几人便决定连夜逃出成都，前往四川的彭县集合。就在老蒋还在成都做着掌控全局的美梦之时，他根本不知道，身在昆明卢公馆的李弥、于承万、沈醉等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，自身难保。会议室里，众人先是看到蒋总裁那封迟来的电报，又发现卢汉、张群这些关键人物均未到场，让他们已经隐隐感觉今晚必有大事发生。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在每个人的心头中蔓延。一向精明的师长石补天最先察觉到不对劲，他捂着肚子，以拉肚子为由想提前溜走，可他刚走到门口就被警卫拦了下来。我肚子疼。师长，请回去吧。我憋不住了。那么，请往那里拉吧。看到自己找的借口被警卫轻松化解，让石补天一脸难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场会议通知的名单上并没有石补天，可他却耍小聪明，想来认识结交其他的军官。殊不知，正是这种小丑式的投机方式，即将把他自己送进牢笼。而住在隔壁新公馆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，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疯狂地摇着电话想联系外界，却发现电话线早就被切断了。他想出门查看情况，同样也被卢汉安排的警卫拦在了门内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放肆！这是上司的命令，请长官回屋休息。你把卢汉给我叫来。长官，我直说了吧，我正在执行卢主席的命令。警卫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张群的头上，让他彻底明白了，今晚的昆明恐怕要变天了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卢汉不再等待。1949年12月9日晚上9点30分，他一声令下，警卫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冲进了李弥等人所在的会议室，将这帮国民党高级军官全部缴械扣押。我这不是送上门来找倒霉吗？命该如此啊！门口突然响起的枪声，把会议室的众人吓得冷汗连连。沈醉等人以为是卢汉开始杀人了，可警卫营长出去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战士的枪不小心走了火。但这声枪响却成了压垮这帮中央军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请问下一个该轮到谁了？沈站长，请吧。沈醉一听轮到自己，瞬间没了军统大特务的威风。他两腿发软地走到门口，从兜里掏出2根金条，偷偷塞给押解的士兵，希望几人行刑的时候能把枪打准些。但这一切都是沈醉自己过分脑补。这2名士兵只是按照计划将这些人单独分开押送到陆军监狱。从这也能看出，沈醉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，因为职业的原因，从来都是他带给别人恐惧。但现在在死亡的恐惧面前，他瞬间变回了一个普通人，甚至比普通人更不堪。他用金条贿赂士兵的这个行为，间接地展现出了他的脆弱。将这帮中央军抓鳖成功后，卢汉很是兴奋，他当即命杨文清马上向全国发出和平起义通电。我们的起义通电，赶快拿去派发。我即刻派发。现在是午夜1时，时间是不是填12月10日？不，应该是12月9日。起义时间至关重要，晚填1天就会落在别的省的后边。卢汉坚持把通电日期写成9号，这个细节就非常关键。这表明他不仅仅是在起义，更是在主动地创造历史。他要抢占这个历史的制高点，向新的政权证明自己的决心和价值。可以看出，现在的卢汉是如释重负，与之前被老蒋压迫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他为自己计划的成功感到高兴，也为抢到一丝起义的先机而感到得意。
为了防止城外的汤瑶部队反扑，他又让宋义恒尽快联系我军云南的共产党负责人，协商共同保卫昆明。可他话音刚落，我党的联络人就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来的人竟是原来解散的云南省参议院的秘书长杨清田，一个天天跟卢汉在一起工作的同事。昆洛。在一声声暗号中，卢汉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跟自己共事多年、看似平平无奇的秘书长，竟然是共产党的核心地下党员，而且自己竟没察觉到一丝一毫的痕迹。事后，卢汉回忆，除了对我党隐蔽战线的实力感到震撼之外，还感到深深的忌惮。他心想，连他身边都能安插进这样的人，那老蒋的身边又会被安插进多少人呢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由我代表党组织跟你联系，特地送来一面金红旗。卢汉接过这面期待已久的红旗，眼眶瞬间湿润了。从接过5星红旗的那一刻，就象征着他这个旧时代的军阀彻底与国民党决裂，迈入了新的时代，也象征着西南边陲彻底完成统一，开启了云南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。与此同时，身在成都的老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当蒋经国进来报告说解放军已经打到了四川乐山一带，慢条斯理地催促自己这位阿爸赶紧动身离开成都时，倔强的老蒋却说要等到天亮再光明正大的走。见劝说无果后，小蒋只好抛出个重磅炸弹。他表示，邓锡侯刘文辉已经逃离成都，根据情报推测，他们很可能已经通电起义。老蒋一听瞬间惊醒，立马睡意全无。如果真如小蒋所说，那他将陷入南北夹击的险境。这时于继时也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表示车和警卫都已经准备好，请求总裁马上出发。我给你们讲过多次，语境莫慌，我要更衣。见自己的阿爸还在强装镇定，蒋经国也只好配合他把那套引以为傲的军装换完再走。在更衣的过程中，于继时表示为了安全起见，今晚直接飞台湾，但又被老蒋拒绝了，他要飞昆明。他觉得那里还有2个军，保证安全不是问题。那可去不得，与昆明的联系昨天就已经中断，料定卢汉已经复供。昨天下午不是叫你给李密发报了吗？有中央军在，还怕卢汉那几个保安团不成？情况不明，我们还是不去为好。到昆明上空看情况再说。走出房间时，小蒋又提议从后门走会更安全一些，但要面子的老蒋却不想偷偷摸摸的离开，硬是要从前门堂堂正正的走出。也许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，即便他失败了，也要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。即将上车之时，他回望了一眼中央军校，或许是想到了自己当了几十年的校长，现在却连自己的军校都保不住，不免有些失落。又或许是想到自己这一别，那号称固若金汤的西南防线也将名存实亡了，让他有些不甘。随着车门的关闭，老蒋的汽车也缓缓驶向了机场。老蒋身为国民党的总裁，一生都爱面子，他所坚持的体面和骄傲，在当时看来或许是领袖的风范，但在现在看来却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的固执。他守住了作为领袖的面子，但种种行为却丢掉了整个大陆的里子。